Hello，大家好，我是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很快的，今天又来到 Podcast 的第8集了。然后每次在 Podcast 之前，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都会自我介绍一下。那么 Fellows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官网是 fellowsglobal.com，fellowsglobal.com，也就是 Fellows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那粉专是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这边都会有每周的 Podcast，每周的梗图图文，每周的创新问题解决方案预购，还有现在 Fellows 先生最新提供的顾问咨询服务。那么如果大家可以常常来浏览、来吸收并且运用的话，一定可以很大程度的提升自己的持续性创新生产力。如果跟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用社群所提到的联络方式，譬如说用 LINE 的官方账号加好友， FB 的 Messenger， 还有 Instagram 的 Messenger 都可以联络到 Fellow 先生，然后 Fellow 先生也会尽力的替大家想解决问题、克服瓶颈的方法。然后如果是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在能力上可以帮忙到大家的地方，也才会对咨询有所收费。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现在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经营所有的社群，没有秘书，也没有研发人员，也没有行销人员，也没有业务。所以如果想要得到优质的咨询的话，记得一定要联络到 Fellows 先生本人才行哦。那么今天所要探讨的是第一和唯一的差别。那之前 Fellow 先生也有在用途理论里面提到，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在各种用途里面成为唯一。那为什么要成为唯一呢？有很多人说，那不是就是成为第一吗？其实第一和唯一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的话，它是在同一个领域里面，然后因为竞争的结果，然后得到第一，但是后面一直都会有追兵，一直都会有第二、第三想要成为第一，所以一直都会遇到挑战，所以常常会要维持这个第一的地位的话，是非常的劳心劳力的。但是做到唯一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在自己设定的领域里面成为无可取代的唯一。那也就是说，当人们想到这个用途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唯一的事业，然后如果少了它，就是没办法做到，或者是品质还有各种层面都会比用其他的事业所提供的服务来的好上非常多。所以记得要做任何事业的话，一定要想到要做到唯一，而且是不可取代的唯一。少了你就是不行，就是要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唯一。那么如果争第一的话，会是非常的劳心劳力的，就算争到第一的话，也不一定可以确定可以长长久久。所以唯一的话是带有一点创新、跳脱框架的性质，所以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优势一直持续的保持下去。那么如果我们前面也我前面几个 podcast 也有讲到如何的定位自己，然后要在定位领域里面成为唯一。那么找到自己的定位了以后，要怎么样成为唯一呢？
我们可以借由源自日本剑道的一个核心哲学，叫做守破离来探讨。那么守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能够在学习业界的做法，然后慢慢的把基础打好，然后能够做到有效的执行，就是守。那么破的话，就是一样是在这个体制还有框架内，但是会了解优缺点，然后做一些适合自己的改变，也就是在学习的当下，能够把它变成适合自己的一套做法。那么离的话，就是在融会贯通之后，能够跳脱框架，自成一格，然后找到真正一个独树一帜的一门心法，这样就是离了。那我们其实可以从一个近代的一个武术大师李小龙身上就可以看到守破离这样子的一个守破离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哲学，是算是这算是理论吗？应该算这样子的一个心法是如何应用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李小龙他曾经是叶问的徒弟，然后他也是有向大师去学习咏春拳，然后再来就是他也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学到了一些太极拳的理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手了，他在一门武术的学习下，想办法在咏春拳还有太极拳里面去做到最好。那么破呢，他其实后来李小龙他开班授徒，然后招了很多学生，但是这些学生也不是完全是一张白纸。那他们有的会巴西柔术，有的会跆拳道，有的会柔道，有的会棍术。那么他们都会常常彼此的切磋，然后李小龙可能会教他知道的一些武术，那么他的学生也会彼此互惠的去讲一些其他武术的心法。那久而久之，这样子的话，李小龙就开始等于像一个斜杠一样，就是尝试的看到各种武术的优缺点，然后找出适合自己的做法，然后慢慢的，他就走到了离这个境界。离的话，就是他开始融会贯通，然后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武术哲学，然后发明了截拳，发明了截拳道，还有双截棍。那其实这些东西，之前都并没有这个武术，然后截拳道和双截棍完完全全就是从李小龙这边悟出的一套他属于他自己的，应该说一个跳脱框架，然后独一无二的心法和武术。那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应该说这样子就是一个要成为唯一会必经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找到了他的自己的定位，可能他会想说要速成，那其实然后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大师。那其实菲尔先生觉得，如果还在守的地方，是很难可以直接跳到离这个地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累积的，就是需要要有稳固的基础，就像建房子一样，就要打好地基然后慢慢的才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
不断的调整，然后最终融会贯通，成为悟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心法，然后不管从事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只有这样子的话，才是最稳扎稳打，而且可以长长久久，而且可以成为唯一，而且不用怕后面有追赶的人。那其实这样就是成为唯一最好的途径了。那么最近刚好菲尔先生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台湾的 OTT 觉得台湾的IP 会被整碗端走，就是会被国外的影音串流整碗端走。其实菲尔先生后来因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去思考了一下，其实如果要我们先从如果是从影音串流平台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如果自己就是片商拍的片，如果能够用 Netflix 或者迪士尼的话，他们就可以接触全世界，然后而且他们可以得到 Netflix 和迪士尼的投资，并且外加各种资源的辅助，譬如说 know how， 还有各种国际的国际 standard 的一个国际标准的一个手法，然后其实是可以帮助到这些片商提升水平的。而且他们需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就譬如说他们可能重金押注在拍这些片，虽然应该说虽然他们已经有一套做法可以拍出优质的好片，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些片也有可能会不卖座，但是他们投资的这些心力还有资本可能都会付诸流水，所以其实他们承受的也是很大的风险。所以基本上菲尔先生认为成为独家也是他们如果让这些平台把版权买走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如果从片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些创作 IP 的人，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呢？其实如果就是如果在 Netflix 和迪士尼或 HBO 这些地方国际的平台，如果能够拍出优质的好戏的话，出名了，其实他们很大的程度也是可以得到瞩目，然后会被邀请拍下部片。那其实如果当他们已经拍出一部优质的好片了以后，那么其实代表他们整体的品质都已经提升了，水平还有品质都提升了。那么其实就有所谓的选择权，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来决定他们要不要再继续用这个平台来拍他们自己的 IP， 或者说他们可以决定他们的 IP 要不要被整个独家的买走。所以或者是他们如果拍出名了，其实很多资源就会来了，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把自己的版权整个被卖掉。所以这个是从片商的角度来看，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怕拍出来的片会被整碗端走，而是怕的是明明是一部好片，但是却没有人看。那其实如果当很多人得到瞩目的话，其实很多资源就会源源不绝了。那如果是从台湾 OTT 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想要保护台湾的 IP，不要就是只有在国外的网站上才可以看到台湾自己 IP 所拍的片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 OTT 可以整合资源，就是整合资源去，因为现在的片商有的初出茅庐的，其实缺的是资源。那其实可以整合起来，然后投资台湾的 IP 还有片商。那么可以再加一个，就是如果要做到跟国外的影音串流有一种差异化的话，其实可以增加额外的业绩抽成。那就可以想象的就是，虽然有了这些片商的版权，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可以让这些台湾的 IP 能够，所以除了让让这些片商可以得到投资，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得到额外的业绩抽成。那么这样其实就有点像是呃，有点像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音乐的串流都有这样子的做法，就是它虽然在音乐串流平台上架，但是可能会跟他们买版权，但是在每当好像聆听次数如果达到某些门槛的话，就会得到额外的分润，譬如说像点击率多高，然后就有多少的分润。那其实这样就有点像国外的影音串流就有点像亚马逊的做法，在电商的比喻的话，就像亚马逊的做法，就是就是片商照着平台的规则走，电商照着平台的规则走。但是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像 Shopify， 它就是让自己的让加入这个平台的人可以经营自己的品牌，然后其实也就是让这些片商可以经营自己的，打造完戏剧之后，可以经营后续的 IP，那就有点像是每一个片商在经营属于自己的事业了。那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让片商可以完全保留属于自己的版权还有 IP， 那就是用群众募资的方式。这样子其实不但可以用在早期可以测试观众的对这一部戏的期待度是多高，然后其实也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就行销自己的戏剧，然后也可以得到知道谁是自己的忠实顾客，那也可以让后续有IP 的商品的话，也可以向这些顾客继续的直接的推广。那其实片商就像国内培养出来的球员想要前进大联盟一样，那么有的时候，那么其实到大联盟打的话，我们会说，那这样子他们是台湾的人栽培的，这样子会不会好像他们反而去国外去海外替别的国家工作，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呢？那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这些旅外的球员，他们不只是想要得到更高的薪水，他们有的时候其实想说，可能也想要在一个环境里面跟各个高手去学习，然后在一个比较竞争的环境下，能够能够把自己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那就是能够更精进自己。那其实这些有的时候其实
球员就像片商一样，他们自己其实会做取舍的。所以如果借用手破离的概念来看待台湾的 OTT 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想出一套手破离了。那其实手的话就是在国外的影音串流已经流行起来的时候，台湾就把串流这个地方导入台湾，然后破的话其实就是知道各个影音串流的优缺点，然后因地制宜。譬如说在台湾比较流行台日韩的片的话，那么可能台湾的 OTT 跟国外的 OTT 最大的差别就是可能台日韩的片会比美剧来的多，所以这样也创造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微创新。那么到离的程度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要像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能够在商业模式上创新，就是用替片商打造 IP 品牌的分润的方式，让台湾的 IP 台湾的片商能够保有自己的 IP， 并且持续的经营下去。其实这样子才是最才是从 OTT 台湾的 OTT 能够从手破离达到独一无二的唯一的方式了。所以这集的第8集的 Podcast 就到此结束。然后这次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已经在粉专上面开了商店，放了这次的创新问题解决方案的预购。然后那这次的主题是跟实体商店的体验行销有关系。那如果对现在大部分的台湾的实体商店都是在比较注重的是减少消费的阻力，就是让整个零售变得方便，然后可以功能性的，就是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消费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商店能不能成功，很大的因素决定在它能不能够带给消费者一种特殊的体验，惊叹的体验，就是一种能够留下回忆的体验。其实这种比较属于精神性的一种消费体验的话，台湾的商店比较不那么常去想方设法的去满足消费者这样子购物的感受。那么其实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这礼拜到下个礼拜一以前都会放上这个预购的文章。如果对这样子的课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向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订阅。那么向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预购。那么菲尔先生在预购文章预购人数达到25人以上，然后也就会开始撰写，然后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体验行销对一个商店或者是一个商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如果想要预购的人，也欢迎在下个礼拜一之前都可以向菲尔先生订购。
那么一篇是原价800元，一篇那预购价是400元，然后大概会在2000字左右。那么希望能够带给预购的人，或者是之后购买的人都可以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思维。所以今天的 Podcast 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